嗨，大家好，我是 Kevin，这是一个自己探讨投资理财、财富自由等有关财富的平台。今天呢 ，Kevin 要来介绍个股分析。那我要分析的股票是麦当劳，它的股票代号是 NCD。那因为内容比较多啦，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这是免责声明的部分。那大纲的部分，我会将内容分为5个部分去进行讲解哦。那第一个是麦当劳简介，再来是麦当劳抽象分析，然后再是逻辑分析，还有未来展望风险以及估价部分。那我分析一个个股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用抽象分析跟逻辑分析这2个一起去分析。那抽象分析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看这家公司的护城河，那护城河也就是这家公司的长期竞争优势。那逻辑分析就是财报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这家公司到底是真的赚钱还是假的赚钱。就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外表看起来很强壮，但他搞不好内在他得了高血压，他得了糖尿病，他其实他不是那么健康。财报的话就是看这家公司它到底有没有健康，所以我会借由这2个方法去进行分析。那我们先从麦当劳简介来进行介绍。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麦当劳的投资报酬率。那我这边的话是拉20年的区间，主要是这20年的时间里面有经过了3次的股市大危机，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家企业它抗风险的能力。那我比较的话是以 BRKB、NCD 和 SPY 来做比较。那 BRKB 就是股神巴菲特他的绩效啦，那 SPY 就是 S&P 500指数的绩效。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我们没有进行股息再投资的时候，如果我们2000年的时候投入1万块，那在2020年的时候，巴菲特可以让我们翻倍到63000块。那如果我们投资 NCD 的话，也就是麦当劳的话，就会变成53000块。那 SPY 也就是 S&P 500指数，大概是25000块。但是如果我们进行股息再投资的话，那我们麦当劳就会变成89000块，那 BRKB 会变成63000，那 SPY 会变成37000块。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麦当劳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股票，这个不错股票要搭配股息再投资。那股息再投资是什么？各位如果不了解的，可以点击我上方这部影片，有介绍 CI7 投资策略。那麦当劳基本上就是使用 CI7 投资策略，所以它才可以创造10.99% 的一个年化报酬率。那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先去观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麦当劳历史。那麦当劳是由1940年由理查莫里斯麦当劳兄弟他所创办的。那他的名字叫做 Dick and Mac McDonald， 那是麦当劳的前身。然后在1984年的时候，他们开发了快速服务系统。然后在1961年的时候呢，由雷克里克以270万美元收购了麦当劳兄弟的餐厅。想要了解麦当劳的故事的话呢，可以去看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叫做《素食帝国》，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可以去看。那1965年的时候，麦当劳股票是上市的，它的股票代号叫做 NCD。那1984年的时候，台湾开设第一间麦当劳餐厅。那2017年的时候，它积极部署了 EOTF、Deliver 和 Dicto。那 EOTF 是什么东西？各位去一些麦当劳餐厅的话，会看到一些自动结账面板，我们可以在上面点餐，点完餐直接刷卡就结账，然后我们再去柜台去领餐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未来科技体验，就是 EOTF。那 Deliver 的意思就是有麦当劳的 APP 啊，就是它可以收集客户的一个喜好，然后来进行统计。Dicto 也就是一个送货服务，也就是它跟那个 Uber Eats 去合作，然后以这3个加速系统来增长麦当劳的营收。好，再来我们来看麦当劳事业的部分。那餐厅的比例的部分，公司直营的大概就是7%，那剩下93%就是由外国附属公司、授权经营，还有常规特许经营这些公司所占据的。那这些公司呢，主要就是加盟商的意思啊，只是他们收费的方式不太一样。那餐厅的部分，从2019年呢，遍布全球大概119个国家。那如今呢，有38000个餐厅左右。那加盟商的比例再高达93%。那以市值比较的话，麦当劳现在的市值是1590亿美金，星巴克的话是1268亿，必胜客、肯德基是310亿，汉堡王是247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在同业竞争里面，它的市值是最高的。那再来我们来看麦当劳的商业模式。麦当劳的收入来源就是除了直营店，再来就是加盟店。那直营店的收入就是汉堡、薯条、可乐，营收来源是汉堡、薯条、可乐。那加盟店的营收来源就是授权金、租金还有保证金。这边大家要记一下，因为这在后面蛮重要的。我们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直营店它的营收有43%，但是它的餐厅比例只有7%啊，为什么它可以创造这么多营收？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各位可以稍微先去想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加盟商他所创造的收入。加盟商所创造的收入有房租、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加盟金、保证金和初始使用费。那房租的部分就是麦当劳会买一块土地，或是买一个建筑，或是跟别人租一块土地，然后在上面盖麦当劳的餐厅，然后加盟商就只能在这个餐厅去进行开店。所以说麦当劳还会跟加盟商去收取这个餐厅的一个租金。那这房租部分就是麦当劳对加盟商的主要的收入来源。那特许权的使用费就是按照加盟商他们销售额的百分比进行抽取。那保证金跟初始使用费就是一开始你就是要付的，只是保证金它会在15年之后会先还一半，然后20年之后呢，它会还剩下的那一半。那加盟金的部分就是它授权的过程当中会分摊缴交，通常授权都是20年的。好，那再就是特许经营权的经营业者，他对公司有哪些贡献？第一个，他的贡献就是销售百分比的一个权利金嘛，还有那个租金的部分，然后就是开设新餐厅他要付费，然后获得新的盈利权他也要付费。
加盟商的责任就是营业的整个过程当中，他需要跟总公司合作，食材的标准或者他的设备的标准不符合标准的话，他就可以终止合约，所以他是蛮严格的啦。还有就是总公司会要求加盟商跟他一起去投资一些项目，就像是他们要研发新的设备或是研发新的产品，那这个加盟商都要跟着一起参与。那营业初期的时候呢，购买设备、店内装潢、人事成本，这些都是由特许经营业者他自己要承担的。那中期的部分，设备要维护啊，要更新啊，这也是都是特许经营权业者要承担的。那授权经营的部分跟特许经营的部分就有点不太一样。授权经营的部分就像是这一块土地，就是由一个授权经营业者来做负责。台湾就是变成一个授权经营业者，他是负责经营、管理业务，还有提供什么房地产，然后以及开发以及开设餐厅。所以这个授权经营业者就感觉就像是这一块地区的麦当劳的总公司的一个概念啦，只是它变成授权经营而已。那授权经营业者可以为麦当劳带来什么收入呢？因为麦当劳没有提供土地，所以它扣除土地之后剩下的特许权的使用费，还有开设餐厅啊或者新的牌照，通常也会支付给总公司费用。好，那台湾的麦当劳就是授权经营的方式，就是由李昌镁国宾饭店总经理以50亿台币的签约金买下了台湾的授权经营的一个权利。那台湾的麦当劳有超过400家，然后其中呢原本有90家是公司的直营门市，然后现在全部就是卖出去了，麦当劳全部卖出去了。那背景的部分，为什么麦当劳要把台湾的一个经营权授权出去呢？主要就是因为麦当劳希望他将他的加盟商的一个餐厅的比例拉高到95%。那他现在呢，大概是93.1%了，然后从2016年到2019年就是逐年上升，这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好，那台湾的麦当劳的一个特许经营权要有什么条件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哦。那这个是 Kevin 上网络上去查到的，然后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抽象分析了，也就是我们护城河分析。那护城河分析呢，主要有无形资产、网络优势、高转换成本、成本优势和利基市场。那如果各位不知道这几个东西是什么的，可以点击上方这部影片进行观看。那 Kevin 有做护城河的一个分析。好，那各位认为麦当劳有哪些护城河呢？ Kevin 认为麦当劳的护城河第一个就是无形资产。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们看到麦当劳，你们是不是会选择吃麦当劳？那如果你们出国旅行，或者是你们去外县市旅游，你们怕吃坏肚子，那你们看到麦当劳，你们是不是会去吃麦当劳？还有你们跟同学讨论报告啊，或是跟别人开会聊天啊，你们是不是会去麦当劳？所以麦当劳有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一种亲切舒适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品牌的效应，也就是无形资产的护城河。那 Kevin 认为麦当劳这个护城河呢是非常的强大。那再来就是成本优势。那成本优势我放了一个食物跟美国的地图。为什么要这样放呢？因为当一个企业它够大的时候，它就有能力可以去跟原物料商去进行议价。也就是说，它可以跟原物料商讲说，如果你不把原物料降低的话，那我这些店就不进你们的货。那原物商就会因此而被迫降低他们的售价。其实我认为这就像是说，你的规模越来越大，你的品牌效应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成本优势也会越来越明显。那我认为麦当劳至少就有这2个护城河。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逻辑分析。那我们来进行逻辑分析之前，我们前面的抽象分析，也就是护城河的部分，各位一定要分析过，再来进行财报的分析。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先有抽象分析，我们对这家公司才会比较有信心的去持有，因为我们知道它有什么竞争优势。如果我们都没有做这些分析的话，我们只做逻辑分析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公司它有什么优势啊。当发生股灾或是发生一些不会影响本业的事情，各位可能就会脱手了，因为各位不知道这家公司它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所以说我们要进行逻辑分析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进行抽象分析。好，那我们再来进行麦当劳的逻辑分析。那这边是基础的损益表啦，就是营业收入、毛利、营业利润跟净收入。那如果各位不懂的人，可以停在这个页面稍微看一下，因为后面的话会用到。好，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获利方式。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表格，麦当劳从2017年到2019年之间，它的营收是持续下降的。那我们把这个表格呢移到右边来，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的直营店的收入从原本的2017年的55.7%逐年下降到44.6%，然后在花费的部分，直营店的成本呢也持续下降，它从2017年的78.4%下降到2019年的64.6%。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麦当劳的获利方式就是直营店加加盟店，他们创造营收，然后给麦当劳。那为什么直营店的收入会持续下降，以及直营店的营业成本也持续的下降？那这是一个疑问啊，各位可以思考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餐厅的成分比例。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的 total 的餐厅，它从2017年的37000间到2019年变成38695间，也就是说麦当劳餐厅是持续增长的。直营店的门市的话，从2017年3100家到2019年变成2600家，也就是说麦当劳直营店是下降的哦，但是它加盟店的数量呢是持续上升的，而且加盟店的上升是每年大概上升了2.7%的数量去上升的。那这边的结论就是麦当劳的餐厅的数量是持续增加，但是为什么它的餐厅总数增加，那直营店的总数反而下降了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加盟店跟直营店，他们给麦当劳所创造出来的营业利润率到底是多少，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了。首先，我们看直营店的营业利润率，直营店的营业利润率大概是17.6%。那怎么计算的呢？就是营业利润去除上营收的部分，就是营业利润率。那加盟店的营业利润也是营业利润去除上营收，然后得出来的营业利润率是81.1%。为什么加盟店的营业利润率高直营店的这么多？直营店的营收是卖汉堡、卖薯条、卖可乐，所以它的营业费用的话，就有汉堡、薯条、可乐这些成本，所以扣起来的话，其实它的营业利润不高，大概17%左右。但是加盟店呢，它有房租、特许经营权、加盟金、保证金这些收入，但是他们的成本的部分就没有这些汉堡、薯条、可乐的成本，所以它的营业利润率呢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用这边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因为加盟店它的营业利润率比较高，所以麦当劳减少了直营店而增加了加盟店的比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加盟商的营收的部分有哪些。第一个就是房租嘛，第二个就是特许权使用费，再来就是入会费。那我们可以看到房租大概占64%啦，那特许权使用费大概是35%，那入会费的话大概是1%。那加盟店的业绩如何？既然我们知道加盟店对麦当劳来讲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加盟店的业绩有没有比较好嘛？如果加盟店的业绩越来越差的话，就不会有人想要加盟了，那麦当劳的营收就会受到影响。从2017年到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加盟店的销售呢是持续增长，然后大概增长的幅度是5到8%，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麦当劳的加盟店的总数量，从2017年到2019年，大概每年增加2.7%的餐厅数量，但是它的销售增加了5到8%。那这边也就代表说，麦当劳的加盟商是越来越赚钱，那也代表会有更多人想要加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市场分布。麦当劳的餐厅呢，分布在5大洲啦，全世界都有分布。那主要的餐厅呢是在美国，然后再来就是国际市场。那国际市场就像是加拿大、德国、英国，还有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有。那还有俄罗斯以及澳大利亚。那餐厅的部分，美国大概是占35.7%，那国际市场大概占27%，那授权开发市场大概是占37.3%。这些市场当中，加盟店的比例在国际市场大概只有84%。那这就是麦当劳它要持续去增加它加盟店的比例，主要就注重在国际市场。那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市场营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市场它所创造的营收占比是37.2%，那国际市场是54%，那国际发展许可市场大概是8.8%。各位怀疑说，为什么国际发展市场它的餐厅数量是37.3%，但是它的营收却只贡献了8.8%呢？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国际发展许可市场它少了房租的收入，房租占总营收是占60%左右，所以说国际发展许可市场少了这个房租收入的话，就造成它的营收整个贡献的程度就下降非常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销售和顾客数量。从2017年到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的顾客数量是有增加的，然后麦当劳销售额也是增加的，在 total 的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美国的部分，2018年、2019年它的顾客数量竟然是减少的，但是它销售却增加，那就是麦当劳要进行 EOTF 的部署，然后对店面进行整修。那对店面进行整修就减少了营业的天数嘛，那减少营业的天数，那顾客就变少啦。顾客变少，但是它有提高菜单的价格，所以它的销售还是增加的。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销售管理费用，就是麦当劳打广告还有一些人事管理的费用。那2018年到2019年之间呢，它的这个销售管理大概只有增加1%啦，也就代表说麦当劳几乎没有再继续增加它打广告的费用啊，还有人事的成本，也就是说它的销售管理是非常的稳定。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回馈股东的方式，它有进行回购公司股票，还有股息发放。那每年的话呢，都是持续增长。我们会看到2017年到2019年，它的股息发放是越发越多。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麦当劳回馈股东的方式就是回购公司股票以及配息，而且麦当劳3年总共回馈股东有244亿，也就是购买库存股还有股息发放这些加起来总共是244亿啊。然后它持续发放还有持续增长股息，已经高达了44年。也就代表说，麦当劳它其实是对股东非常非常好的一家企业。接下来我们要比较10年的财报，因为我们有前面的基础，我们看10年的财报，我们就比较能了解麦当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营业收入。那我们从2011年看到2019年，那为什么不看2020年呢？因为2020年受到了 COVID-19 的影响。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会到后面的风险，我们再做分析。它的营收的部分，它从2011年到2019年营收是逐年下降，但是它的毛利率的话呢是逐年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应该知道吧？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它减少了营业利润率比较少的直营店的数量，然后增加了营业利润率比较高的加盟店的数量，所以它营收下降，但是它的毛利率就上升了。好，接下来麦当劳的营业利润率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在2011年到2015年之间，它营业利润率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啦。
但是在2017年之后呢，它的营业利润率有明显的上升，就是它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决定要将加盟店的比例给逐年拉升。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2017年开始改革成功，那营业利润率就持续的上升。那长期的改革目标就是麦当劳希望它全球餐厅的比例当中，加盟商的比例可以提高到95%。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每股盈余的部分，在2011年到2016年之间，它的每股盈余大概就是5块左右，但它从2017年、2018年、2019年。它的每股盈余就每年的持续增长哦，这是还蛮不错的。然后在股票的部分的话呢，也是有持续有回购这家公司的股票。好，那在股息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它股息有持续的增长，并且它的 payout ratio 就是它股息的支付比例大概是60%左右。那60%左右的话是非常的健康的啦。这也就代表说，麦当劳它有足够的现金可以发放股息，而且它股息已经持续发放并且增长44年了，这是非常非常多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现金流。我们看它的营运现金流好了，营运现金流从2011年到2019年，每年大概会有60亿到80亿的营运现金流啊。那扣掉一些资本支出，那它的自有现金流就是非常的充足。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的营运现金流持续为正，也就表示说麦当劳营运所产生的现金是非常的充足的。其实也是因为加盟制度啦，使麦当劳长期握有现金可以使用。好，再来我们看麦当劳的债务。首先我们看麦当劳 ROE。你会看到 ROE 在2017年到2019年之间是一个杠，那就代表说麦当劳的债务多于它的资产。那有人会说，哇，麦当劳债务这么多，非常的惊讶，然后不敢投资。其实我们知道麦当劳的营运模式之后，麦当劳的债务比较多，反而是一个优点。怎么说呢？麦当劳它的独特经营模式，麦当劳呢会贷款去买一块土地或是然后再将这些土地。所以麦当劳只要持续的扩店，然后持续的贷款买地，那它债务就越来越高。那债务越来越高的话，也代表说它可以分出。第二个重点就是麦当劳买地，就算后来加盟商不续约，那最差的情况下就是它可以卖掉土地。那卖掉土地的话，它还可以赚一笔土地增值。那如果 ROE 不能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它的资产权益报酬率，也就是 ROA， 也就是它用这个固定的资产，它可以创造多少的收入。那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的 ROA 是蛮稳定的。那再来就是利息覆盖率，也就是它今年赚的钱可以支付几年的利息。那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2019年的话，它可以支付8年的利息，就算是2020年疫情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支付6年的利息，也就代表说麦当劳的现金流非常的充足，它支付债务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债务比。那债务比的话，我用2种债务比，一个是营业现金流对上总债务，也就是负债比，然后第二个是营运现金流对流动债务，流动债务就是短期的债务。这几个数字的话，就是越大越好了。营运现金流对总债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在2016年到2019年之间，大概就16%到20%之间，就代表说麦当劳它还债的能力是不错的，只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受到影响，就变成11.9%。那再来就是营运现金流对流动负债比，那这比例也是越大越好。所以结论就是麦当劳短期周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营运现金流对整体的负债比呢，因为 COVID-19 的影响，所以它整体的偿债能力有受到影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麦当劳的未来展望还有风险比。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 COVID-19 对麦当劳的影响到底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表格，它从2019年的时候，麦当劳的第4季度营收是53亿，那2020年第1季度变47亿，2020年的第2季度变成37亿。那之后第3季度跟第4季度它营收就回来了，也就代表说麦当劳的业务有逐渐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销售的部分，在2020年跟2019年之间，美国的部分竟然增长了5.5%。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麦当劳在美国那边有一个得来速，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个快速通道，所以美国人吃麦当劳通常都是外带的，就不会有季节的情况发生，所以这样反而使麦当劳的一个销售有上升。但是在国际市场的部分就下降，因为国际市场在欧洲那个地方的话，他们还是强制封城，也就是强制要关店，你连外带的服务都不行啊。那整体下来，麦当劳全部的餐厅的一个销售额的话呢，就是减少了1.3%，在第4季度的时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OVID-19 对麦当劳的营收、净利润还有营业利润的影响有多少。首先，左边这个表格是第4季度的表格，那右边这个表格是整年度的表格。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这个表格，2020年跟2019年它的营收下降了10%，营业利润的话呢下降了19%，净利润的话下降了21%。那各位想说，哇，这影响非常的大。但是其实我们要看一下最近这一季的第4季度的话呢，它的营收只下降了2%，它的整体的营业模式已经有逐渐复苏嘛，但是它的净利润还是下降了12%啦。那这边的结论就是，虽然 COVID-19 对2020年整年度的营收是有影响的，但是好消息就是它的营收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 Q4 季度的标准，也就是麦当劳它复苏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良好的。好，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跟同业相比它的竞争优势。
那竞争优势的话，最明显就是我们要从营业利润来看嘛。麦当劳在2019年的话，它营业利润率是42%哦。肯德基跟披萨它的营业利润率是33%。那星巴克的话呢是14%，汉堡王的话呢是36.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麦当劳的营业利润率是同业当中最高的，也就代表说麦当劳赚钱是最有效率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对这些产业的影响。首先，麦当劳它从42.2%变成37.5%，麦当劳大概下降了5%左右的营业利润率。肯德基、披萨哈的话呢，也是下降大概是5%。那星巴克的部分的话，下降了大概7%哦。汉堡王的部分是下降5%。为什么星巴克会下降这么多？那我认为，因为星巴克我们去那边消费，主要就是我们想要享受它的环境，而不是它的餐点。所以星巴克如果不能内用的话，一定影响非常多。所以星巴克的营业利润率呢是下降最多的。好，那我们前面进行了抽象分析、逻辑分析，我们发现麦当劳是一间非常不错的公司，而且赚钱是越来越有效率，而且相较于同业来讲，它也是越来越有竞争力。这样大家是不是很想要买入麦当劳这支股票？这样我们就要进行估价。那估价部分的话，我们先看一下他们董监持股。董监持股就是他们内部人士去买进他们公司或是卖出他们公司股票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是销售的部分，然后绿色部分是买入的部分。那我们不用看红色卖出的部分，内部人士卖出股票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有问题，所以他卖出股票嘛。但是他买入股票的话，我们就可以参考了。他买入股票表示说，他认为这家公司不止这个价钱，他才会买进这些股票嘛，要不然他干嘛买股票，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绿色的部分，那内部人士他平均买价是194块，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参考。Kevin 对麦当劳的估价方式的话，是用股息股的方式进行估价，那估价是找10年，然后10年的殖利率的中间数，然后来当我的殖利率的一个合理价。那殖利率的合理价的话呢，我们算出来是2.75%啦。那麦当劳最近4季它所发放的股息是5.16，那5.16去乘上100，再去除上2.75，我们可以算出来它的合理价格是187.5。那如今麦当劳的股价大概是210块，是有点偏贵，大概偏贵1成左右。那 Kevin 是认为说麦当劳是一家好公司，我们不用急着去买它，以后一定会有机会买的。就像是2020年疫情的时候，麦当劳就有跌破180块以下，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的时机。那 Kevin 那个时候就有建仓一些麦当劳的部分。好，那影片到这边 ，Kevin 来做一下结论。Kevin 认为麦当劳是一间可以创造非常多稳定现金流的公司，并且它的竞争优势呢，相对于同业来讲，它竞争优势是有的。它的营业利润率是相对于同业来讲是比较高的，并且它的业务的数量是持续增长。它的餐厅在2019年的时候就有多达38000间，它每年大概就平均增长大概1000间的餐厅。那在同业竞争方面，它也是非常的有优势。那估价方面的话呢，现在是210块，是稍微贵了一点。如果各位有不同的意见，对于估价方式有不同意见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跟 Kevin 分享。那如果认为 Kevin 的个股分析还不错的，可以点赞，然后留言，然后并且分享，然后这是对 Kevin 最大的鼓励。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喽，拜拜。